前段时间，懂车帝公布了一份引起全网热议的测评，他们把市面上几乎所有主流的智能驾驶系统拉到同一个赛场，用统一的测试场景和标准做了一次横向比拼。高速领航、城区 NOA、泊车辅助、应对复杂路口、绕行障碍物、自动变道，这些消费者最关心的功能都被一一拿来对照，最后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分数榜单。按照懂车帝的设想，这次测评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大家知道各家车企宣传的智驾到底谁更靠谱，谁更实有，谁只停留在纸面功夫。但结果一出来，舆论场却瞬间炸锅，有人拍手叫好，觉得终于有一家媒体敢于把话挑明，有人则满腹疑问，认为测试标准有失公允。而最激烈的声音来自大量华为粉丝，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对结果提出质疑，甚至把矛头指向懂车帝本身，质疑其动机。这种场景几乎成了近几年国内汽车测评绕不开的固定桥段。只要涉及华为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总会伴随着汹涌的争论与情绪化的攻防。为什么懂车帝的测评会被反复质疑？为什么一份测试成绩单会演变成一场舆论风暴？表面上看，这是对测试方式和客观性的争议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华为粉丝群体的庞大和情绪强度。华为在中国的品牌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一家科技公司，它承载着民族工业的自豪感，承载着消费者在大国竞争环境下的情感寄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华为的智驾系统自然被粉丝看作是中国智驾的门面，是一种不可被轻易质疑的存在。于是，只要在公开测评中没能拿到第一，结果和心理预期出现偏差，粉丝就会迅速做出反应，把问题归结为测评不公，甚至怀疑是恶意针对。这种现象本身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。过去几年，华为经历了外部的打压与内部的转型，从手机到操作系统，再到汽车产业链，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舆论的狂热支持。华为用户逐渐不再只是普通消费者，而是转变为品牌守护者，他们自觉承担起替华为说话的角色。这种氛围移植到汽车市场，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，只要华为在某项测评中没有拔得头筹，就会被粉丝解读为不合理，进而在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。懂车帝的测试其实方法并没有太多问题，他选择的是统一的测试环境，用相同的路线和场景来检验不同品牌的智驾能力。这种方式固然无法覆盖所有实际驾驶场景，但它的价值在于横向可比。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他并不需要100%的精确答案，而是希望知道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大不大，宣传和实测之间有没有落差。而懂车帝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参考。但问题在于，当这种参考触动了粉丝群体的情绪时，理性的讨论就很容易被淹没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华为粉丝的存在感尤为强烈，他们不满足于华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而是希望它永远站在第一的位置。因为在他们心目中，华为不仅仅是一家企业，而是民族科技的代表，是和特斯拉正面较量的棋手。因此，如果懂车帝的测评显示华为没有达到他们想象中的高度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分数的问题，而是触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测评结果放在其他品牌上可能只是几句讨论，但涉及华为时却会被放大成全民话题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这种质疑也折射出懂车帝的影响力。它作为国内头部汽车内容平台，它的测评往往会被各方引用，甚至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选择。正因如此，华为粉丝会更加敏感，觉得懂车帝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大众对华为汽车的看法。如果分数不高，就可能导致潜在消费者的犹豫，这在他们眼里是一种对华为的不公平。于是，他们会用最强烈的声音去抵消这种可能的负面效应。然而，如果回到测评本身，智驾技术的差距其实是客观存在的。无论是识别路口、应对临时施工、处理非标车道线，还是复杂的行人干扰，不同厂商的表现确实有差别。华为的智驾在某些方面确实领先，像城区 NOA 的使用体验，但它并非在所有项目上都无懈可击。把它放在统一的测试里，自然会暴露优劣势的对比，而这正是懂车帝希望呈现的。但在粉丝眼里，这种差距却成了黑点，成了不能接受的瑕疵。质疑懂车帝测评，本质上不是技术讨论，而是一种情绪博弈。这种情绪来自于粉丝群体庞大的基数，也来自于他们对华为品牌的强烈认同。在他们看来，华为必须是最强的，否则就是不合理。于是，媒体成了出气口，成了必须要解释清楚的对象。可问题在于，再多的解释也很难消解这种预设，因为在粉丝心里，结果早就已经写好，华为只能第一。长远来看，这种现象对行业未必是好事。
如果粉丝文化过于强烈，任何对品牌的理性讨论都会被情绪掩盖，那就很难形成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。消费者需要真实的参考，媒体需要客观的空间，而企业需要冷静的反馈。如果一切都被简化成支持或反对，那就会让整个生态陷入非理性的循环。华为的智驾技术确实有实力，但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短板。承认问题，正视差距，才能让它变得更强大。懂车帝的测评之所以不断引发争议，其实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中国汽车舆论的复杂格局。技术进步带来期待，品牌粉丝带来激情，而媒体夹在中间，既要维持专业性，又要承受舆论的冲击。尤其是华为这样带有特殊情感符号的品牌，任何结果都会被无限放大。测评本该是一个数据参考，却在情绪的裹挟下变成了舆论战场。所以，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懂车帝黑华为的质疑时，不妨冷静思考，问题真的出在测试本身吗？还是更多出在粉丝群体的庞大和情绪的溢出？答案或许并不难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当消费者逐渐学会用更理性的眼光看待智驾，当舆论逐渐从情绪化走向专业化，也许未来的测评就能回归它本来的意义。可至少在当下，只要涉及华为，这样的争论还会一再重演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评论表达您的看法。